为什么孝顺会让一个人心灵沉重，缺乏轻盈与活力的心灵能量？为什么说孝顺文化消灭了中国文化发展出正义和理性的思想土壤？为什么到今天依然是再大的律法大不过当权者的看法？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孝道是人性的逆袭，孝的本意就是顺这两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孝道是人性的逆袭。第一，孝这个字，传统而温柔一点的解释是孩子承载了老人，残酷一点的解释是砍孩子一刀，再把孩子埋到土里。不过孝这个字其实有点空，真正要命的是顺这个字。顺也就是孩子顺着老人的意，这样做的代价是孩子的真实自我被牺牲了。这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乃至现在的客体关系心理学都是相悖的。以我有限的知识看，犹太基督教文化中没有孩子顺父母这回事儿。第二，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开始，影响世界的心理学家们有一个一致的看法，要将孩子养好，关键是在孩子还是婴幼儿的时候，父母尤其是妈妈要顺着孩子的意。为什么要顺着孩子的意？最直接的原因是婴幼儿的确需要帮助。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说，要想让孩子保住生命最初的活力，他需要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可以自由地使用妈妈，满足自己的种种需求。温尼科特还说，孩子以自己的感觉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自我是真自我，是生动而流动的，放松、专注并天然地富有创造力。相反，孩子以妈妈的感觉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自我是假自我。孩子之所以构建假自我，是因为孩子发现，他除非能敏锐地捕捉到妈妈的感受和想法，去满足妈妈的情绪，否则妈妈不会关注他。孝道就是在鼓励孩子发展假自我，不是以自己的感受为中心，成为他自己，而是以父母的感受为中心，成为父母期待中的那个虚假的人。假自我的核心是恐惧，对孤独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许多失去自己，永远都在无意识地捕捉别人意图的来访者，当深入地聆听内心的恐惧时，会说：妈妈不要不理我，妈妈抱抱，妈妈看我。察言观色这个本领的核心是恐惧，顺父母的本能也源自恐惧。最初的顺，并不是源自对父母打骂的恐惧，而是对被妈妈抛弃的恐惧。第三，顺父母意，其境界远远不如顺婴儿的意愿。道德经中说，富贵于婴儿。太多人则发现，生养了孩子之后，自己变得更健康了。这是因为成年人的心常被世俗和成见所蒙蔽，变得狭隘而僵硬。相反，婴儿的心却是流动的、轻盈的，且有心灵感应的能力。第四，孝道是儒家的核心，而几大儒家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和朱子等，他们都算是寡母家庭。孝道的确是被统治者利用了，但这些圣人，他们所倡导的学问，首先源自他们的内心。在我看来，他们的学问并非为了迎合统治者。要深入地理解孝道，就必须深入地理解这些圣人们的内心，必须对他们的内心进行解析，必须对他们与母亲的关系进行细致的了解。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和作为后精神分析学派的客体关系心理学，是了解这几位圣人乃至我们自己内心的极佳的工具。这些从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治疗中发展出来的心理学理论都认为，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轮回，也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童年时与父母的人际关系模式的轮回，其中母子关系的影响最为关键。弗洛伊德的理论核心是恋母情结，也就是男孩对妈妈的复杂情感，这是解析圣人们的利器。不过，在我们这个国度，使用精神分析解析圣人要慎之又慎。希望我以后衣食无忧之后，拿上3到5年的时间，专心研究圣人的人生与学问，就此写一本中国圣人。第五，我们的文化克制个人欲望。
燕人阉割了性欲，圣人阉割了物欲，但他们都有权利欲，这是我们文明的一体两面。第六，假自我在威尼科特看来是心理问题的核心。孝与顺就是在整个民族的范围内制造假自我。假自我是我们的民族性，也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意识与集体潜意识，在这个民族内生存，最好顺应这种民族性。所以官员们的言谈举止都很像是阉人与圣人的集合体，既强调性纯洁，又强调不贪污，但背后他们的物欲泛滥，并且因为还是觉得这些欲望是坏的，所以欲望泛滥时也非常丑陋，这最终也在他们的面孔和身体上呈现了出来。所以电视上的心理学家都很像是有一对大乳房的好妈妈，永远在扮演一副爱哺育孩子的形象，但他们的欲望总要在一些地方安放。我们不敢呈现性欲，怕被阉割；我们不敢呈现物欲，怕被蔑视，也怕被剥夺。弗洛伊德则称，性欲与攻击欲是人类的两大动力。温尼科特则说，欲望就是活力。我们伪装的没有欲望，伪装的如此成功，以至于也缺少了活力。第七，孝道并不仅是统治者的需要，也是出自我们对真自我的恐惧。真自我稍深一层是欲望，与彰显自我的张力，比如物欲、性欲与攻击欲；更深一层是爱的流动。我们首先去爱，觉得怎么都得不到爱，而爱的最初表现就是母爱。接着我们恐惧自己裹挟着攻击性的欲望。孝道其实是对爱绝望的孩子们的一种防御，本来就没有获得什么母爱，但却说父母怎么做都是爱，自欺欺人。第八，父慈子孝，君人臣忠。这个貌似正确的说法，其实藏着很多根本性的错误。父亲在慈爱，君主在英明，也不能替代子与臣自己的独立思考，更不能取代子与臣的灵魂。而独立思考是灵魂的一个最基本需求，一颗独立的灵魂比什么都重要，这样的灵魂才可以入道，才有资格臣服。这个臣服不是臣服于某人，如父母或君主，而是臣服于道。它只是一个说法，一个诱使你孝顺的诱饵而已。毕竟你听到过对父慈与君人的细致解读吗？我们最常见的人生哲学都是孝顺的种种变异，比如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棍棒底下出孝子，忠孝两全等等。相反，你听到过多少关于父慈与君人的人生哲学？我们就靠这么可怜的一两句来为宏大的孝顺找平衡。现实中也是如此，中国父母们一直以来很少有关于如何做父母的有益教诲，而关于如何孝顺父母的愚蠢教诲则是数不胜数。第九，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讲自我实现，同为人本主义学家的罗杰斯讲成为你自己，存在主义哲学讲存在即选择，选择即自由。翻译成大白话，即你的人生意义在于你如何选择，你按照你的意志做了选择，人生才自由。温尼科特讲真自我，一些人会说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孝顺就是该心理学的核心。可是真正最中国的也势必是最世界的，最世界的是老子。再怎么建孔子学院，孔子在世界上的影响都不如老子的5000言的道德经。最世界的是王阳明，而王阳明说我心之外再无他法，这些都是一回事。我最喜爱的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则讲我与你，忠于我的心才能遇到你，你即上帝，你即神性，你即道。所以活出真自我的人势必是最有爱心的。孝的本意就是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一直以来我对孝顺都持反对态度，并且本能地认为孝道和孝顺就是一回事。我的这份理解引来了很多的攻击，而对孝道最常见的一个辩护是，孝道的本意是孝而不顺。远古的孝道并不强调顺，之所以演化成孝顺，是后来人的曲解。一个非常醒目的说法是，孝顺是异民族入主中华所导致的。元朝时蒙古人彻底灭掉了汉族人的王朝，为了让汉族人做顺民，所以才强调顺。所以这是异民族的蒙古人用来奴化汉人的一个工具。这个说法并不能大张旗鼓地去宣传，毕竟
蒙古族现在也是中华大家庭中的一员。这种说法听多了，还真好奇起来，就开始想知道最初的孝道是怎样的呢？孝这个字的本意是什么？孝字讲的就是共生，孝顺总是被联系在一起，顺很容易理解，而孝到底讲的是什么？说实话，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弄懂这个字的意思。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没有深究过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一般拥戴孝道的人才会讲可以孝敬而不必孝顺。但殊不知孝这个字本意就是顺。说文解字称孝的字形，也就是子成老，该字的上半部分是老字，下半部分就是子，看形即知其意，指的是孩子将老人承接在身上。但问题是承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了解这一点，不妨来看看古人是如何造出孝这个字的。在甲骨文的孝，老人在上，子在下，表示子在搀扶老人，所以孝的造字本意就是儿孙搀扶老人，服从和奉养父母长辈。发展到隶书，隶书将篆文的老简化，将子写成孝。字的字形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老的上半部分指的是长发老者，而下半部分的匕首的匕指的是须发变白，综合在一起就是须发变白且长的老者。这是一个经典的象形字。所以孝字有两个意思，共生，老人和孩子共生在一起，延续老人的意志被孩子承接和传递。既然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当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为没有子就谈不上孝了。子的重要作用是承接老，将祖先的精神与意志传递下去，或者换句更直接的话说，将祖先的基因传递下去。所以所谓孝道文化，其实就是要将祖先的意志传递下去，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仅此而已。中外很多思想家都发现，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缺憾是，一直没有发展出超越世俗的部分来，也就是没有真正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就是祖先大过一切，父母胜过真理，这的确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信仰来。所以我们的整个文化主要就是在世俗的泥潭里打滚。我们再看看远古的关于孝道的经典论述，你会发现那时的孝道就已经在强调孝顺，并且其强调的程度远胜过现代。以下几段论述是我随手找到的，类似的论述数不胜数。为了方便理解，我将古文和译文一起放上来。第一，原文为人臣之礼不显见，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视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好弃而随之。礼记。翻译：作为臣下的礼数是不可以当众进言劝谏，进谏再三，而君主还是不听时，就可以逃离他。做儿子的奉养父母，再三劝谏而父母不听时，就要嚎啕大哭着随从他们。由于我非常厌恶文言文，后面只读翻译过来的文字。第二，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就要和颜悦色，低声细气地加以劝谏。劝谏而父母不听时，就用孝敬加以感动。父母高兴了，就乘机再加以劝谏。父母不高兴，与其得罪乡党州旅的人，宁愿多加劝谏。父母发怒不高兴而打得你流血，不可以有怨恨，仍要继续孝敬父母。第三，侍奉父母，如果发现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就应该婉转地规劝。如果父母没有听从的意思，仍然应当恭敬侍奉，不要违背他们。尽管内心忧虑，对父母却并不怨恨。第四，儿子与父母亲的关系相处的不好，不能称作是人。儿子不能顺从父母亲的心意，不能称作是父母的儿子。第五，父母在世，不远离家乡，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明确的住处。另一个说法是，必须先将父母安顿好。以上5个论述中，前2个出自《礼记》，强调孩子对父母无条件顺从。《礼记》是西汉戴胜对秦汉以前的汉族礼仪的总结，并且多数是对孔子与弟子的对话的总结，还不够远古，但至少是汉族人自己写的，并且一直被尊为经典。第3、第4个论述出自孔子与孟子这2个圣人，讲的仍然是顺。第4个论述让我觉得有很深的含义，如果父母对孩子不高兴，孩子都不能称为人。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为什么中国式的父母容易威胁说要和孩子断绝关系。现代社会
断绝关系就只是一个情感的割裂。但在古代，依照孟子他老人家的道理，父母如果和你断绝了关系，你连人都不算了。这就意味着父母如果不认可你，你的社会身份也一并被剥夺了，都不是人了。孟圣人这个论述堪称可怕。孔子有更中性更温和的表达，仁者仁也，亲亲为大，意思是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好，才能称其为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父母好。第5个论述也出自孔子，已经广为人知。我个人认为这句话中的内核是中国人缺乏探险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必有方这句话有2种翻译，我倾向于必须有安顿好父母的方法，但问题是什么叫安顿好？如果是物质上的，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我也赞同。但假如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你如何安顿？甚至你能否安顿？那么只要父母不高兴，干脆就在家里待着了。很有意思的是，我妈妈经常像我这样表达。毕业后，我收入一直不错，虽然英语口语很烂，但能阅读，而我又很想旅游，国内去了一些地方，去国外的旅游，一直到2005年才有第1次，而第2次一直到2014年，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去了北极、南极、英国和日本，还顺道去了法国、阿根廷等。每次旅游，妈妈都会表达担心，特别是去南极、北极，她明确反对，说去那种地方干什么。终于一次出国旅游前，妈妈又表达了反对。我对妈妈说，我收入不错，而且想旅游，但一直出国比较少。你对我的担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原因。我希望你能鼓励我活得更精彩一些。我妈妈的优点是可以沟通，也可以被说服。当时她就说，好，妈妈鼓励你多闯闯。以后她也没反对过。父母在，不远游。我觉得这句话还不算太过分。有另外一句话堪称变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这句话也是孔子所说，是孔子被奉为经典的《孝经》第1章开宗明义中的一句话。接下来一句话也触目惊心，以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后面这句话说的是，你活着就是为了父母，扬名立万都是为了彰显父母。彰显父母什么？我想彰显的就是父母的面子，父母的意志吧。那句变态的话就是民间说法的孔圣人版吧。父母给了你身体，你就欠父母的恩情，怎么还都还不清。这句话就像是在说，作为孩子，你的身体都不是你的，是父母的。父母可以随意处置你的身体，而你却不能。这就是科胡特说的自体客体。虽然对于父母而言，孩子是客体，是另一个人，但你还是父母自体的一部分。这样看来，我们的文化对孝顺的强调，不过是将自体客体的现象给神圣化了。我们都是巨婴，都想找到一个好妈妈做自己的自体客体，但在真正是婴儿的时间段，这个努力都失败了，反而做了父母后，有权利有资格让孩子做自己的自体客体了。再强调一下，让孩子做父母的自体客体，意思就是孩子是父母自身的一部分，孩子要完全如父母所愿，父母的愿望通过孩子的身体来实现。一谈到孝道，很多人会说，孩子赡养父母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首先，在成熟的国家如欧美，孩子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其次，我自己认为我们的确不是成熟的国家，所以孩子应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一点。如果说这就是孝道，并且要加上孩子对父母的敬意，那我也100%支持。但是我认为孝道从孔孟那时候开始，强调的就不是物质上的好。你看刚才那几段论述，讲的是物质上的赡养，他们讲的全都是精神上、心理上的东西，要孩子在精神上、心理上孝父母，并且孝这个字，它的本意就是在讲子对老的顺，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每个生命都应该是独立自主的，而这意味着每个人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而孝道的这些古典论述则说，孩子要为父母的感受负责，不能让父母不高兴，只要父母不高兴了，你就是不孝。这简直没有道理。如果父母本人就是高兴不起来怎么办？愚孝、孝顺和孝道在我看来都是一回事。这些最正宗的论述孝道的古典文字讲的不正是愚孝？
愚孝味道满满地体现在上面第二个出自《礼记》的论述中，并且这段文字中真理不如父母的情绪大，儿子要去尊重真理，所以父母有过要见，但见不过就不要闹了，不要惹父母不高兴了。之后该怎么办？孔圣人说了，视父母己见，见之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思是，既然父母不接受你的进谏，那你就该从了，不为父母，并且不能有不高兴。很多人说孔子反愚孝，并拿《孝经》中的一段对话来当作论据。文言文的部分不读了，只读译文。意思是，当父亲与君主有不义时，需要争子争臣，与父亲或君上去争论，而不能从父之令。他还在其他一段论述中说，这样做才是不孝，因为会陷父亲于不义。但儿子能反抗父亲，大臣可以反抗君主，而去保护正义和真理吗？不能。最好的做法还是视父母己见，见之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或者为人臣之礼不显见，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视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好弃而随之。对父母的顺要胜过对君主的。君主你还可以逃之，但对父母，当你做了三谏的程序后，还是要无原则地好弃而随之。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不就是愚孝吗？从本能上，我一直认为，对孝道的强调，让我们的文化缺乏对正义和真理的尊重。因为父母的意志大过天，看过这些古典论述后，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个判断。这也是婴儿或巨婴的特点。我要的就是为所欲为，一切都顺着我。我的意志就是对的，我的自恋胜过真理，我的意志就是真理。所以可以说，我们繁琐但并不宏大的孝道文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了捍卫巨婴父母们的全能自恋。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孝道是人性的逆袭，孝的本意就是顺这两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